如果你能认真看完这期视频，你离世界顶级导演的差距就只有……如果你能认真看完这期视频，你一定会学到一种高效的拍多人对话戏的方法，但基本上你应该也看不完，那就点个赞再走吧。如果要论当今世界最炙手可热的导演，维伦纽瓦绝对排名前3。可能更多的人是通过《沙丘》认识他的，相比之下，我更偏爱他之前的几部中等成本的电影，像《囚徒》《边境杀手》《降临》这几部。今天我们来分析《边境杀手》其中的一段戏，看看像维伦纽瓦这样的大导演是怎么完成从剧本到影像的过程。首先我们阅读剧本，这个剧本我是从一个分享剧本的网站上免费下载的，我会把网址贴出来。当导演拿到一个不是自己写的剧本的时候，首先要做的是剧本分析。剧本分析的第一步是理清人物的动作和台词，找到这场戏重点的目标任务是什么。这个内容可以是展示一个重要人物出场，也可以是塑造一个人物的性格，也可以是出现一个重要的情节点。总之，如果一场戏没有任务或者目标，就是可以被删掉的。先说明一下，在影片中主角命名叫 Kate Mazer， 但是在剧本里叫 Kate Macy。在剧本里写他的动作和对话时都是用的 Macy， 我们统一一下叫他 Kate。 首先我们看到这场戏是发生在夜晚的内景，地点是凤凰城国土安全部的指挥中心。 Kate 和 Reggie 坐在靠着玻璃墙的椅子上，墙上电视里播报着新闻画面，在他们身后的玻璃办公室里有10几个穿着西装的男人。这几句话把这场戏的出场人物交代出来。 Jennings 和 Kate 一样疲惫不堪，瘫坐在椅子上，这是 Jennings 的动作。 Phil 坐在他旁边，两个办公室里的人的状态描述已经基本完成。 Kate 转身看着那10几个穿西装的人，这是 Kate 的动作。 Kate 为什么要转身看，以及他与 Reggie 两个人在等什么，这个稍微想想就能明白。 Kate 和 Reggie 今天出任务，发现了很多尸体。此时另外一个办公室 Jennings 和另外一些人在开会，这些人肯定是职级比较高的。 Kate 和 Reggie 就是被叫来在等开会结果，所以 Kate 要看看另外一个办公室。同时这里给我们一个指示，就是这个镜头可以通过 Kate 的视角看过去另外一间办公室，就意味着你拍的时候可能可以把机位放在 Kate 的位置，高度与 Kate 的眼睛高度差不多，完成一个主观视角镜头。所以现在出场的人物有主角 Kate 和配角 Reggie， 他俩在一个办公室坐着，在他们俩身后的办公室有10几个穿着西装的男人。编剧点出了 Jennings 和 Phil， 看来他们俩在这10几个男人当中比较重要。 Jennings 和 Kate 对视一下， Kate 觉得他老了。 Jennings 是 Kate 的上司，有几场是他俩的对手戏，其实也能看到 Jennings 是一个不错的领导。那他的人物性格需要体现在他出场的每一场戏，不管是台词或者动作，他需要展示出他的善良，这点我们先记下。 Kate 觉得 Jennings 老了，这怎么拍呢？其实剧本中这个意思是表达 Jennings 作为凤凰城国土安全部的负责人，就像新闻报道里说到的，他可能已经受到华盛顿的问责了，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他肯定已经是焦头烂额了，所以这一点需要演员表演出来一种情绪就可以了。剧本里这句话更像是小说里的文笔，在影视中呈现，那它可能大概就相当于一句内心独白。比如说现在的短剧，那他把内心独白就像台词一样全说出来，配音配出来，观众就懂了。那这样的影像没有任何意义。作为维伦纽瓦这样的导演，不可能用这样的视听语言。这些人指10几个穿着西装的人，这些人看起来都很重要，除了一个 Matt。 剧本中详细形容了他的穿着、发色、身材，他没有穿西装，显得很 chill， 感觉非常放松。他的装扮在化妆造型的阶段就可以解决了，实拍的时候直接拍就可以了。剧本中描述他的表演状态，这需要演员给出来。接下来继续是 Kate 的动作和台词。 Kate 说自己需要咖啡，需要冷静一下。 Reggie 问我们是按规矩办事的吧？ Kate 回当然了。这句台词一来一去，说明这两个年轻人都是要照章办事，这也是造成他俩后面发现事态背离自己初衷时而非常痛苦的原因。然后是 Kate 的动作，转头看背后的房间，发现所有人都在看他。 Kate 说了一句天啊， Reggie 回复了他，同时转身。下面是 Phil 的动作， Phil 朝他们走过来，推开门， Phil 让 Kate 进去房间。 Kate 站起来与 Reggie 交换了眼神之后，他就出门了。下一场 Matt 友好的笑着，一个40多岁留着军人发型的男人。
编剧再次提到了 Matt 的打扮。上一场戏已经通过 Kate 的视角看现在这个办公室，当时形容 Matt 是40岁左右，穿着高尔夫球衫，有点肚子，红色的头发，看起来像个游客。这里再次提出了 Matt 是40岁左右，留着军人发型。从这里我们得到的信息是编剧在重点强调这个男人。那导演看剧本的时候要想好是否需要强调，如果需要强调，那应该怎么拍 Matt 这个人物，那应该怎么拍这种强调。而且还有一个问题要注意，我们跟随 Kate 第一次进入这个会议室，编剧直接写了 Matt 笑着，拍摄的时候要考虑到镜头是怎么样进入到这个办公室，比如是直接机位就摆在办公室里面，还是说斯坦尼康跟拍 Kate 进入这个办公室。那镜头进入办公室之后就直接聚焦到 Matt 吗？编剧所写的只是一个提示，导演需要考虑好，我是不是要先展示办公室这些人的全景。Matt 笑这个动作是发生在10个人全景的镜头里，还是说要给 Matt 单人镜头？如果是全景镜头里，那可能并不容易察觉。如果要给单人镜头，他这个笑的动作是中景还是近景，这个都是在导演将剧本影像化的过程中需要考虑的。Burnett 先开口表示今天有很大的发现，虽然损失了2名警员，其实这是在给 Kate 一个肯定。 Kate 什么也没说，其实这个台词只是一个开场白，作用不大。接下来直入主题，你对迪亚兹的集团有多少了解？ Kate 表示他的公司有80处房产等等，其实这些信息并不重要，说明他对贩毒集团的理解仍处于浅层次。 Matt 直接打断他讲话，问 Kate 你对他的兄弟有多少了解？ Kate 看向 Matt， 可能意思就是说你怎么直接打断别人讲话呢？ Kate 表示不知道迪亚兹有兄弟。停顿，墨西哥警方在华雷斯抓住了 Guillermo， 然后又提到迪亚兹的表兄，这一段是介绍迪亚兹集团的几个人，最后提到迪亚兹可能是贩毒集团在美国的最高级别的成员。 Kate 对这场盘问毫无准备， Kate 的台词这些都不在迪亚兹的档案里。下面2句是2个领导对 Kate 的挖苦。 Kate 刚准备开口解释， Jennings 打断他，帮他解释。 Jennings 这时候作为 Kate 的领导，他说话肯定是比 Kate 自己说更有分量。 Jennings 解释 Kate 是应对绑架的，不管毒品这个方面。 Matt 问 Kate 你结婚了吗？ Kate 回你说什么？ Matt 又问你有丈夫吗？编剧在这里写了一个 Kate 的内心独白，剧本中的内心独白通常是给演员表演一个提示，让演员了解这时候人物心里的想法。我们之前已经提到，在电影里不可能像短剧一样把内心独白全部配音全部讲出来，因此观众最后肯定是听不到这句话的。 Kate 回复说离婚了。有孩子吗？ Matt 又问。 Kate 说丈夫在边境巡逻队工作，离婚的时候把房子和车子都给他了。还有别的想问的吗？ Matt 笑了。 Phil 让 Kate 在外面等一下， Kate 愣了一下就离开了。从这段我们可以看到 Kate 其实不知道今天被叫来这里是做什么的。其次 Matt 这个人有点取笑他， Kate 自己也有一点感受到被冒犯，但是他没有什么表现。 Kate 回到 Reggie 旁边坐下， Reggie 问他情况如何， Kate 表示自己没有任何头绪，还是从 Kate 和 Reggie 所在的办公室望出去。其他人都从会议室离开了，只有 Jennings、Matt 和 Phil 留下。Phil 再次来到这个房间，叫 Kate 过去。 Kate 站在 Jennings 对面， Jennings 告诉他司法部想要追查 Diaz。 Jennings 提到 Matt 要当领导时， Kate 直接打断了他，并且表示这是发生在凤凰城的谋杀，应该归我们管，应该归凤凰城的国土安全部负责呀。我们能看出 Kate 与 Jennings 的关系好一点，因为之前我们看到爆炸现场是 Jennings 作为凤凰城国土安全部的负责人出现在现场，所以他们之间应该很熟悉。 Matt 直接表示我们正在扩大调查范围，言外之意是这已经升级了，不仅仅是当成一个普通的凶杀案了。 Phil 说 Kate 担任联络员， Kate 问什么意思， Phil 回国务院正从外面调来了一名处理升级犯罪集团活动的探员，你将与他们会合。 Kate 问是在空军基地吗？ Matt 笑了，像是跟他们在讨论装修厨房一样。 Matt 很放松，仿佛自己已经处理过很多类似的事件一样。 Kate 问我们的目标是什么？ Matt 回我们的目标是过度反应。为什么 Reggie 不在这里？ Matt 回他说 Reggie 还有些稚嫩，他的经验肯定没有你丰富。 Kate 回头看了看 Reggie，
Matt 表示，如果他在你身边让你感觉好一点的话，等我们从 El Paso 回来，他可以跟着一起行动。Matt 笑了。Kate 在思考这句话，这时候 Jennings 说话了。Jennings 提醒 Kate 必须是自愿加入这次行动，自己要好好想想。编剧在这里写了 Jennings 恳求的眼神，希望 Kate 拒绝参加这次活动。Jennings 是个好人，是一个善良的领导，非常爱护 Kate 这个下属。这里是他的人物性格， Jennings 的动作需要符合他的人物性格。 Jennings 肯定是知道更多的信息，他知道这次行动没有那么简单，所以才做出了这样的举动，就是劝 Kate 好好想一想。因为我们是跟随 Kate 的视角，我们大部分时间也不在这间会议室， Kate 知道多少，我们观众就知道多少。但是 Jennings 明显是知道的多一点。然而 Kate 心中的狩猎欲望苏醒了，他看了看 Reggie 眼神中充满了担忧。 Kate 问，如果我参加这次行动，能否找出今天的幕后黑手？ Matt 回，能找到真正应该负责的人。 Kate 说，我自愿加入。 Jennings 看着他点头，现在他是他们的人了。这段剧本结束了，我们总结一下。首先，这场戏的场景是在2个办公室，而且办公室是透明的玻璃窗户，互相之间是能看到的。我们的人物主要有我们的主角 Kate， 然后还有他的同事 Reggie， 然后还有他的上级 Jennings， 还有 Phil， 然后还有 Matt。 其他人其实不太重要，剧本里写的有10几个人在会议室，但是其他的人并没有描述出来。人物就是这些。看完这一段剧本，我们大概能知道，我们如果按照编剧的剧本来拍，我们需要完成的任务是：第一，这场戏的主要任务就是 Kate 要加入 Matt 领导的行动，这是最终的目标。第二， Matt 人物出场，展示出他的不同。第三，体现出 Jennings 这个人的善良及他对 Kate 的保护。从剧本来看，这是我们提炼出来的几个目标内容，但是导演可以自己判断哪些是要的，哪些是不要的。那综合感受是什么？首先 Kate 在这件事情上并没有什么优势，他知道的太少了，事情不会那么简单。其次就是 Kate 在这场戏里跟这些领导之间还是有些剑拔弩张的对峙的势头，这对他来说是不是好事也不一定。接下来我们看成片来比对剧本。爆炸之后，下一场戏 Kate 家里浴室。 Kate 刚刚经历了一次失败的行动，2名国土安全部的警员在爆炸中牺牲，显然这次行动对他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到现在仍是惊魂未定。而剧本里下一场戏是在 Diaz 家里，一个装修很好的客厅放着一台电视，新闻正播报发生爆炸，炸死2名警察。在剧本层面，编剧已经给出了我们中国人常说的反衬的手法，毒贩这边岁月静好，那边却遍布尸体。剧本下一场到了 Kate 的浴室。影片里新闻的播报是放在 Kate 洗澡之后， Kate 不断提示自己放松，这时候新闻播报的声音出现了，作为话外音出现了，正在播报这次国土安全部的行动中发现很多尸体，这是贩毒集团又一次的猖狂行为，发生在亚利桑那州的菲尼克斯。这个新闻播报的内容与剧本上毒贩家里电视上播报的内容是不同的。原剧本中强调的是爆炸致使2名警员死亡，现在成片改成了只讲述发现贩毒集团的行动升级。关于新闻报道内容的改动，我觉得是好理解的，因为后面 Matt 带队指导贩毒集团首领迪亚兹的大本营是出于清洗贩毒集团的原因。成片中这段新闻报道侧重强调了这些尸体的发现或许已经惊动了华盛顿，并且说华盛顿可能已经问责州政府，这无疑是强调了打击贩毒集团的必要性，也就自然而然更容易理解后面 Matt 的出现。那如果是按照剧本当中写的播报死了2名警员，这个严重程度不如直接强调出华盛顿已经问责，并且2名警员被炸死也是在前面我们已经通过影像切实看到了，不需要重复用新闻画面再来说一遍。剧本当中新闻报道是发生在毒贩首脑家里电视上，也就是说这个内容是毒贩想听的，与毒贩相关的，那就是毒贩损失了几个杀手，警方也损失了2个人，这个是毒贩想听的，这种内容放在毒贩这一方是合适的。现在成片当中把新闻报道的位置换掉了，重写这一段的时候自然是要考虑到这个报道的内容是发生在哪一方的电视上比较好。由于这2点原因，让现在成片与剧本不同。成片相较剧本这一段还删除了 Kate 与母亲的视频通话，在原剧本所描写的视频通话中，母亲与 Kate 聊到了 Kate 的婚姻以及
生育的相关内容。至于为什么删掉 Kate 与母亲的视频通话，我想是为了聚焦在这整个行动。虽然视频通话所涉及到的信息并不少，尤其是母亲提到了 Kate 的前夫，但是这些内容过于家常，与整个片子所要讲述的内容关系不大，仅仅是服务于 Kate 这个人物的前史。通过不同空间的电视机上出现相同的新闻报道来转场，很精彩。第一个镜头，新闻画面延续，透过玻璃去拍 Kate 的背影。我们还在玻璃的倒影上看到了几个穿西装的男人，这是剧本上所写的另外一个会议室，就是领导们所在的会议室。一个镜头连接了2个空间，交代了3个层次的内容。而且这个镜头是从谁的视角，这个问题可以留待后面解答。一个大全景，2个会议室的空间位置关系及人物站位交代清楚了。同样我们注意到了背后领导们所处的会议室一共是7个人，这跟剧本中描写的10几个人不一样。10几个人也没有必要，因为剧本里所写的主要的人就2、3个，参会人数多不一定代表这个会议重要，重点是谁出席。导演把剧本中写的参与会议的人数做了删减，这也就简化了调度，方便拍摄。Reggie 问现在是什么情况，叫我们2个来是为什么？ Kate 回他也不知道，这与剧本上是相同的。又回到了这个镜头，其实跟这场戏里的第一个镜头是一样的，它就是同一个镜头，只不过在剪辑的时候是分开用的。但区别是，此时声音是会议室里领导说话的声音，为什么同一个机位声音是不同的？从剧作上来说，如果前面第一个镜头就出现领导的声音，那 Reggie 问我们来是为什么的这个问题其实就没必要了，因为领导开会的内容就已经显示出来他们2个来是为什么了。Reggie 这个问题就是为了观众问的。通常来说，电影里的配角人物出现的目的有一部分就是为了给主角提出一些问题，让主角解答，这样观众也就从主角口中获得了答案。电影开场经历了一场爆炸，这个电影的激励事件就完成了，下面就看主角怎么应对这个激励事件。所以这场戏是先抛出一个疑问，就是 Reggie 问为什么叫我们来，然后慢慢引入最终的戏剧目标，就是让主角开始他的英雄之旅，加入队伍抓捕 Diaz。 这就是同一个镜头为什么后面出现画外音而前面不出现。同时这个画外音也展示出了这个镜头所属的视角到底是从哪里来的，是从领导会议室来的。从前面这个大全景这个镜头就可以看出来，能拍到这个画面的机位大致就是在这里。如果是在领导会议室里拍，那这个机位大致就是这个人的位置，这个人就是 Matt。 这就回答了这场戏的第一个镜头，那个 Kate 的背影到底是从哪里来的，是从谁的视角拍的。更深入的说，我们要分析的这一场大戏就是 Kate 跟 Matt 的戏。导演分镜安排机位的依据就可以看成是一个双人对话，你可以这么理解，现在就是一个2人对话的一个内反拍，2个人的轴线在这里。这一段的台词剧本当中全部没有出现，主要解释了 Kate 工作很拼，是个工作狂，且他是专门应对绑架案的行动人员，并不是调查人员。这个信息其实挺重要，因为如果是调查人员，他会懂得更多，而且他如果仅仅他是一个行动人员，意思是他可能比较单纯，适合干活，适合抓捕这样的行动，这其实是他性格的一个体现，也为他后面的遭遇埋下伏笔。这里面还有一个人的笑声，后面会知道这是 Matt 的笑声，他一来我们就让他投入工作，他丝毫没有迟疑。这句台词的时候 Matt 笑了，像极了现在的中年男领导调侃小女孩。如果能抓住这些人，没有人会比 Kate 更开心，这就是铺垫了这个 Kate 的性格，她可以说是嫉恶如仇，她非常想抓出这些幕后真凶，其实她就一定会加入 Matt 的队伍，这也就注定了结局。成片看到这里跟我们所看到的剧本是不一样的，因为剧本在 Reggie 和 Kate 这2句对话结束之后就开始描述 Jennings 和 Kate 对视，这一段的描述是 Kate 从他所在的会议室往领导会议室去看，他首先看到Jennings 也就是自己的直属领导，又看到 Matt。 在这里剧本描述是他很随意，穿着打扮都很跳脱，不适合这个环境，但是电影成片并没有这样拍。导演拍了 Kate 转头看这个会议室，但是并没有在转头看会议室之后接一个 Kate 主观镜头。如果要按照剧本拍，现在 Matt 会出现正脸，而这不是导演想要的。导演想要什么我们后面再说。 So she's a thumper. Today was her 5th OIS. 这个镜头非常简单，但是非常的有力量。这个人完全处于画面的正中心，而且他是背对着我们，我们看不到他的脸，
但是我们一直听到他在讲话，而且是他在发问，别人在回答，你会明显的感觉到这个人更有权力，是更高级别的官员。在这之前的视频中，我们谈到过拍人的正脸、侧脸和后背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而且在这里这个镜头持续的时间足足有30秒。其实在前面的这个大全景镜头当中，他是一个背对着画面的位置，其他人都是侧面。当然这个人他不重要，因为他在后面镜头中都没有出现，他就是一个背景人物，作为构图重量配比而存在。所以这里我想能看出导演意图就是要先藏住 Matt 这个人，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全景镜头它是背对镜头，后面这个镜头它也是背对镜头。剧本上将 Matt 与其他人区分开是靠穿着、靠表演细节，在电影层面导演设计层面就是不拍他的正脸，让你看不到他，这是完完全全的强调，这就是视觉上的强调，视听语言里的强调。这个方法百试不爽，我们完全可以直接拿来用。我们在前面讲性吸引的段落的时候，3个偏离中有2个都是在男女初遇的前期完全藏住了女孩的长相，这一下就让观众会起了好奇心，就是她到底是什么样的。在这里观众就会好奇 Matt 到底长什么样。经过导演的这种镜头的选择、机位的选择，你会很明显的感受到这个人他不一般，并且这个镜头也并不是从 Kate 的视角看过去的镜头，因为 Kate 看过去 Matt 应该是个侧面，而这里是完全的背面，它完完全全是一个第三方的视角，就是导演的视角，上帝视角，就是导演选择让你这么看。后面又聊了 Reggie 的履历，这一段是剧本上没有的。 You did this by the book, right? Come on, of course. 回到 Kate 所在的会议室， Reggie 说我们是照章办事吧，这2句台词跟剧本上是一样的，这就说明2个人很重视合规，他们还比较初级，看重程序正义。后面 Kate 痛苦的根源就是他跟着 Matt 去行动，但是 Matt 不按规章办事。 Kate 转头看向身后的会议室，他发现所有人都在看他，这个动作与剧本上是一致的。注意，这里其实这个 Matt 的正脸已经出现了一小会儿，但是在这个镜头我们不会注意到，因为这个镜头 Kate 向画面左侧回头，画面左侧的重量会更重，我们的视线会被引导到左侧，也就是这2个人的位置，因为这2个人在焦点处且在灯光亮的区域，我们是看向左边的，不是看向右边的，而且 Kate 的头发会挡住 Matt 一些，这都是引导我们不看向 Matt 的元素，这样也就继续藏住了 Matt， 所以我们不容易注意到 Matt 的存在。从表演上来说，如果这个镜头 Matt 不看 Kate 那就不对了，因为会议上聊到 Kate 前面那个30秒的 Matt 后背镜头他已经说了只要女孩不要男孩，那所以大家理所当然的都看向 Kate， 而且从下个镜头我们知道在这个镜头里 Phil 已经不在这间会议室了，他已经起身过来找 Kate 过去了，此时他应该在画面左侧外的某一个位置。 Jesus. 回到了大全景，这里是为了展示 Phil 出现在这间会议室。 Will you step in here, Kate? 换了一个机位，换这个机位是为什么？ Kate 从座位上起来之后，镜头还留在这儿有2秒钟，实际上是为了表现这个 Reggie 的这个眼神，他还是挺担心他的。这里跟剧本是不一样的，剧本里写 Kate 和 Reggie 交换了一下眼神，这个也没有拍，其实不重要，因为 Kate 出话之后留在这里的 Reggie 的眼神已经表现出了他的担忧，并且在剧本上写的 Kate 第2次进入会议室的时候，他跟 Reggie 有一个眼神的交汇， Reggie 表现出很担忧，那其实在这里这一个镜头就已经完全都表达出来了，所以后面他也并没有镜头去展示，这个场景就结束了。然后到这个场景，第一个镜头将这个人的胳膊作为前景仰拍，这个人明显就是 Matt。 这里有点穿帮，2个镜头接起来的时候人物的动作是不一样的，他原来手是搭在这儿的，然后下一个镜头手又放到桌子下面去了，这个其实无伤大雅，一般人都不会发现。为什么 Kate 进门第一个镜头是这样的？其实导演还是在强调 Matt， 我们前面说了，你可以理解为这就是 Matt 和 Kate 2个人的戏，相当于2个人原先是背对背，现在是面对面，轴线变到了这里。进门的这个镜头其实有很多种拍法，用一个全景可以，用一个单人拍 Kate 的镜头也可以，选择这个机位有这个前景肯定是比没有更好。我们在前面也说过，就是镜头内要有不同的平面，要有层次。剧本里描述这一场，第一句话就是 Matt 友好的微笑着，然后 Burnett 打量着 Kate， 在成片里是用了一个全景来交代，这个全景镜头是跟着 Kate 的动作做了一个前推镜头，也是 Kate 的主观视角镜头。
我前面说这个人是背景人物，你看直接推镜头已经把他推出画了，而且在这个运动镜头中，你看这几个人的动作，只有 Matt 是动作幅度最大的， Jennings 也稍微有一点动作，但不如 Matt 显眼。而且虽然这个镜头光圈不大，可能是在 F4 或者 F5.6， 这几个人都没有虚焦很厉害，但是 Matt 还是在焦点最清晰的位置，大概焦点最清晰的平面就是 Matt 和 Burnett 所在的平面，所以这个镜头也无疑是在强调 Matt 这个人物。Quite a find today. The loss of 2 officers notwithstanding. Burnett 先开口说今天有不小的发现，虽然损失了2名警员。 Yes, sir. Kate 说是的，这里跟剧本上不一样，剧本上他什么都没有说。我前面说了，读完剧本的感受是 Kate 跟领导们有对峙的感觉，比如上级说完他不接话，比如他打断上级讲话，上级也打断他讲话。但是现在成片的处理是没有把 Kate 塑造的那么强硬，因为正常上司在对你讲话，你回话，这是一个基本礼貌问题。在这里 Burnett 说到我们损失了2名警员的时候， Kate 微微低头，说明他对今天的行动还是心里有内疚，因为他毕竟是行动组的组长。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成片中的 Kate 表现出来并不像是剧本当中 Kate 跟领导对峙的感觉那么重，因为他可能觉得自己对今天的行动负有责任。 How familiar are you with Manuel Diaz's operation? Burnett 又问 Kate 对毒枭 Diaz 有什么了解。这里拍 Burnett 我们看到这个机位的选择就是仰拍，并且他的眼睛所处的位置在画面的1/3以上，这是显示了这个人物是有一定权力的。实际上这个构图方式在狄金斯作为摄影师的很多电影里面都是这样的。 His company, Sun Oasis, has 80 or so foreclosure properties. He has other legitimate businesses. But he's rumored to be linked with one of the Mexican cartels. 这里拍 Kate 这个镜头也是仰拍。如果你能将视频看到这里，我觉得你应该是真的喜欢电影，想学拍电影。在之前的视频中，有人评论我说话不严谨，视频中总是用一些比较模糊的词，比如说一般来说、总的来说、粗暴的说这样的前缀词。我很明确的说，这恰恰是因为我严谨，我不会误人子弟，拿一些未经验证的随便从国内翻译的低质量的教科书来凑数就可以做一个视频。视听语言是与人的感官结合的，与人的心理感受结合的，视听语言是没有一定之规的。在这里拍 Kate 这个镜头仰拍，你觉得是不是代表 Kate 这个人非常有力量？在这个场景下当然不是， Kate 是这个办公室里话语权最小的一个人，他只是一个行动队长。在这个会议室里，他连坐着的权利都没有。那如果按照一般的教科书或者视频告诉你仰拍代表人物有权利有 power， 他不告诉你这并非绝对，可以确切的说这是完全错误的，一知半解的表述。在电影里你说一个概念总有人可以挤出反例，这太正常了。所以我们学电影要找到自己喜欢的那一类电影，然后坚持就可以了，警惕一些过于强调简单或者过于强调复杂的视频。那这里这个仰拍镜头是为什么呢？第一，这是对话戏，站着的人和坐着的人的对话戏，从坐着的人的角度拍过去那个站着的人，那仰拍就是一个常规的好用的镜头角度。延伸一点，首先我们看到这个会议室并不大，而且特点是全用玻璃做墙，一眼望穿，毫无遮挡。也就是说，如果用平视的角度拍，连头顶的灯以及这些线条也不可能拍到，就是一个1点透视的镜头，而且后景处没有什么信息可言。变成仰拍，这个构图就更耐看，有更多的透视关系。这是一个常用的在狭小空间里拍人的方式。如果你注意看大卫芬奇的电影里，常常是在一个狭小空间内用仰拍来拍人。Kate 所讲的台词跟剧本基本相同，但是加了一句话，有留言说 Diaz 和墨西哥毒品集团有联系，切过来这个镜头过 Kate 的肩拍 Matt， 就是我们前面说的双人对话的外反拍。 Matt 在关注 Kate 的一举一动，这时候他的表情还是严肃的。这个镜头跟前面 Kate 刚进门的镜头形成了一个正反打关系。这个会议室里最重要的人是谁？就是这个 Matt。 所以当你拍多人对话的时候，明白了这场戏的戏核之后，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把这场戏简化。如果这场戏的任务定成 Kate 过来就是跟 Matt 对话，那就简单多了。就是刚才这2个人的对话，一个人站着，一个人坐着，一组带关系的正反打镜头，而且什么时候切到这个镜头的，是在 Kate 的眼神挪到 Matt 身上之后，侧面镜头也能看出 Kate 先是关注这侧，然后转了头看向左侧，拍摄剪辑都是滴水不漏。回到 Burnett 这个镜头，继续说 Diaz 是贩毒集团的，这些信息从剧本上调整了位置，原先剧本上提示这个贩毒集团是在后面的对话。 What do you know about his brother?
Matt 插话进来，甚至有一点打断 Burnett 的意思。不管是 Matt 的级别还是他的性格，都让人觉得他抢话是合理的。剧本上写了 Matt 是抢了 Kate 的话，现在成篇是 Matt 饶有兴致的一直在观察 Kate。Matt 问你对他兄弟有什么了解 ？Kate 回答我不知道他有兄弟。I wasn't aware. Matt 单人镜头，用这个角度拍，为什么？是因为 Matt 力量弱小才用俯拍吗？在这里恰恰是他力量最强大，这样拍就是我们说的视角。有人也会说这个东西叫视点，视点更偏向于一个叙事概念。站在 Kate 的这个位置去看 Matt， 这就是用俯拍的原因。当然你也可以像拍 Burnett 这样去仰拍，也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它就变成了一个完全的客观机位，就是导演在看的机位。但是也没有什么大问题，大量的电影电视剧都是在这么做的。但是像维伦纽瓦这样的导演，他找机位不可能是那么平常的。Matt 说迪亚兹的兄弟叫 Guillermo， 你知道他有表兄吗？这里与剧本不同，剧本上是直接写了墨西哥警方在华里斯抓住了 Guillermo， 但是成片又去掉了，因为他不重要，他只是一个棋子，他的作用就是带领 Matt 他们找到迪亚兹，所以这些台词都没有拍。I didn't know he had one of those either. None of that is in his file. His cousin. Kate 说不知道迪亚兹还有表兄，这些内容都不在迪亚兹的档案里。Burnett 插话说表兄怎么样，这时候出现了这个会议室的大全景。这个大全景出现在这里是为了调整节奏，前面太多的中景近景镜头，从一个 Burnett 近景到会议室大全景，两极镜头相接，调节了视觉节奏，不会让我们一直紧绷。 This is not my department. 一回到这个镜头， Kate 表示这个不是我管的内容。 Sir, this Like I said, Agent Mesa doesn't work narcotics. She runs a kidnap response team. 这里跟剧本有所区别，剧本上这两句话已经没有了。我们前面说过，在剧本上 Kate 跟领导对峙的味道在这里被淡化了。Jennings 出来帮他打圆场，我们前面也说了 Jennings 是个好人，他比较爱护他这个下属 Kate， 所以他在这里说 Kate 不管毒品案，肯定是比 Kate 自己说更有力量，更令人信服。而且你发现拍 Jennings 的镜头和刚刚拍 Burnett 差不多，微微仰拍，他们都是有权力的人。下次你拍你的领导，你可以这么拍。但是同时，为什么不按照拍 Matt 这个单人镜头的机位来拍 Burnett 和 Jennings？ 因为这场戏是关于 Matt 和 Kate 两人的对话戏。我们前面一再说了，这场戏的核心就是这个。如果 Kate 跟在座的每一个领导对话都用 Matt 这种拍法的话，那 Matt 的特殊性在哪里？ Jennings 说完的时候瞟了一下 Matt， 立马切到 Matt 的镜头，跟前面同一个机位同一个景别。 Are you married? 你结婚了吗？又回到这个镜头，这是跟前面 Kate 进来的镜头是同一个镜头，然后回到这儿又跟上了剧本。你结婚了吗？ am I married? 剧本上写的 Kate 的回复是 I'm sorry， 就是我没听清。那这里改成了 Kate 重复一遍 Matt 的问题，作用其实是一样的，就是 Kate 表达自己我没有听错吧那种感受。突然你问起了私人问题，在工作场合上男上司问你下属，而且是当众发问私人情感问题，这个在中国不合适，在美国更不合适，这属于对人的基本尊重。 Kate 有一点点冷笑，大家都在谈着工作的场合，前面一个问题还是贩毒集团，下面一个问题突然问我有没有结婚，你是不是有点奇怪？ Do you have a husband? Matt 丝毫不理 Kate 表现出的尴尬，接着问你有老公吗？这个镜头变成近景，可以这样理解，就是从 Kate 的角度来说，这个问题比前面一个问题更紧逼一点，所以变成一个近景。剧本里写的是穿这个球衫的小丑到底是谁？现在 Kate 就是将这句内心的 OS 表演出来。 Divorced? Kate 说离婚了，注意看这个 Matt 这个表情。问完你有一个老公吗？他的脸已经沉下来，他不是要跟 Kate 约会，不知道后面他会带着他去干啥，还是一种悬念，营造出一种悬念的感觉。Kate 可能也是看到 Matt 的表情变化，他也变得严肃了。 Kids? No. Anything else? 又问了小孩，最后 Kate 说还有别的问题吗？这里跟剧本不同，剧本里还写了 Kate 离婚，把车子房子都给了前夫。Matt 还笑了，还是有一点调侃的感觉，但是成片当中 Matt 的表情越来越严肃，潜台词就是在说我们下面要去做的事儿不是一般的事儿，想要问问 Kate 有没有后顾之忧，所以 Kate 的表情也是越来越严肃。又回到这个 Kate 进来时候的全景镜头，这时候你看 Phil 在看这些在场的人，意思是你们谁还有想说什么吗？ Burnett 看向 Phil， 其他几个人都不重要。 Jennings 他在看 Matt， 又看向 Phil， 这个眼神非常忧心的感觉。 Jennings 肯定是知道 Matt 他不是一个好对付的角色，他是在为 Kate 担忧。这里我们再提一点，尤其是群像戏，
难拍就难在每个在画面当中的人物都要在适当的时机做出适当的反应，并且需要导演挑出其中重点的反应，给到准确的机位和景别，并且剪辑进成片，这才是懂戏。每个我们说的厉害的大导演，这一点都不含糊。回到这个房间里，两人对话，与剧本相同，然后从 Kate 的主观视角看过去，长焦摇镜头。 Who are those people, you know? Reggie 问这些人是谁 ，Kate 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用长焦镜头？因为现在 Kate 对这个房间里的关注度更高了。前面进去被盘问了一些问题之后，他现在很想知道到底这帮人在干什么。不可能是一个全景，全景就太松了，情感浓度就太低了。长焦镜头最后落在 Matt 身上，停留很长时间。刚才这个会议室里给 Kate 留下最深印象的人就是这个 ，Kate 一定很想知道这个人的来历。镜头摇下来非常厉害，这一个镜头是对剧本里2段描述的一个非常简练的一个总结。当然剧本里没写 Matt 穿了一个人字拖，写的是红头发高尔夫球衫还有肚子头发蓬乱，这些都是在造型上没有被延续下来，但是这里给他加了一个拖鞋，这个拖鞋非常传神，人家都是正装皮鞋，只有他是拖鞋来，还穿了一个休闲的短袖，一个镜头胜过剧本中100字。回到这场戏里面的第一个机位， Kate 的眼神从地面上抬起来，这场戏的拍摄和剪辑配合相当好，眼神是完全是对的，没有凌乱，视线的方向非常规整。一个新的机位，后景处其他人都走了，这个画面也是跟前面相同的机位。画完音里 Phil 让 Kate 再进去一次，然后与前面是同一个机位。 DOJ wants... Jennings 说司法部需要专管毒品的顾问参与抓捕 Diaz。 第一次介绍，这是 Matt， 他会领导这次行动。 Matt 还招招手，还有一点调皮。 Kate 说这不应该是归凤凰城的凶案组管吗？在原剧本中 Kate 说他会领导谁，这现在是凤凰城的凶杀案，这是一个肯定句，语气读起来就比较冲，在成片中就变成了一个问句，问句明显让气氛更缓和一点。所以我说在电影里导演是把 Kate 这个人物性格做得没有那么强势。 Matt 说我们扩大了调查范围， Phil 说你作为一个联络人，国务院从前线调来了另外一名专员，你会作为团队一员，这个专员其实后面就是后面那个杀手。这里变成 Kate 近景，前面从他第2次进来之后一直保持这个镜头没变，这几个领导一直在输出他们的会议决定，没有给 Kate 反应镜头，非常沉得住气。 Kate 的近景这个镜头落在了你将会作为团队一员这句台词上，表演上 Kate 这里胸脯还起伏了一下， Kate 应该是感受到了这个事情的重要性，因为都涉及到国务院了。这里他有一点疑惑的表情，应该是从进门到现在他都是这个表情，所以在前面如果切过来，他的表情来回跟领导的对话对切也没什么意思，反而沉得住气不切 Kate 的近景，在这里切会让我们更加关注他的表情。 After, early. Air Force Base. Yeah, we're gonna go see Guillermo. 又回到这个机位，为什么回到这里？是因为这句台词，我们要去见 Guillermo。Guillermo 是迪亚兹的兄弟， Diaz's brother. That's the one. Matt 笑了，意思是你记得刚才我跟你说的话了。而且这个镜头跟之前 Kate 第一次进来会议室的镜头就是同一个镜头，肯定就是一起拍的，分开剪辑。 Area. 又回到这个机位拍 Jennings， 这个剪辑点的选择也是跟着 Matt 的眼神来了。 Matt 看了一眼这个方位，下一个镜头切到 Jennings， 有一些不屑，切到 Kate 镜头，他的眼神方向又是完全对的，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些微表情。他眼睛从 Jennings 身上挪走，他朝向 Matt 问了一句行动目标是什么。这时候切了 Burnett 一个近景，他没说话，看向 Matt， 笑笑看向 Jennings， 挥挥手，潜台词是说你不说就我来说吧。而且这个任务目标应该也是刚才会议上他们讨论过的，这个目标可能并不是 Jennings 赞同的。总之就是这一定是个不简单的行动，而且这个行动他们高层内部也不一定会达成一致。剧本中这些人物的反应都是没写的，这些都是要导演加上去的。导演如何在这一场戏里面让你感觉到即将要发生的事情不寻常，那就是通过这些人的表演，这些人的反应，加入了这些人的反应，就感觉 Kate 要参与的行动非常不一般，好像他们觉得很担心，心里是有话想说的，但是只是给你切一个表情，又没有把话说出口，所以这就激起了观众好奇心。 To dramatically overreact.
Matt 在说我们要明显过度反应这句词儿的时候是一个近景，所以什么台词重要表情重要你就用近景或者特写，这是非常基础的常规的东西，但是这个东西不能滥用。如果全是近景特写的话，你反而没法强调出来你想强调的东西，因为使用多了就廉价了。 Kate, you must volunteer for an interagency task force. 你必须自愿参与才行，一定要想清楚再回答。这个时候切到了 Jennings 的近景，就是要你看清楚他的表情。剧本上写的是 Jennings 的眼神，希望 Kate 他说不参与行动，所以我说 Jennings 他比较爱护他这个下属，就是这个原因。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换前面的全景让 Jennings 说这句话，你会觉得完全的没有力量，但是这里就是通过这个演员的表演，你知道他是有潜台词的。 Do we get an opportunity of the men responsible for today? 我们能抓到为今天这起事件负责的人吗？又回到这个近景镜头。 The men who are really responsible for today, yeah. Matt 表情严肃，这可能是 Matt 在这场戏里最严肃的一个表情了。 I'll volunteer. 回到这个镜头，我自愿参加。跟剧本不一样的是，成片把讨论 Reggie 为什么不参加这段删掉了，因为这里不重要。剧本上最后一句话 ，Jennings 看着 Kate 点点头，心里想的是他现在是他们的人了。按照剧本的话，这时候最后要给 Jennings 镜头，要他表演出来一种失落，那就又进入到了 Jennings 的心里。这场戏我们是跟随 Kate 的视角 ，Jennings 的性格和他对 Kate 的关心已经足够了，所以剧本最后一句话也没有拍。这里我们需要注意一下镜头调度，不管是 Kate 第一次进会议室还是第二次进会议室，画面中 Kate 总是处于右侧。Kate 跟 Matt 讲话 ，Kate 处于右侧，视线向左 ；Matt 处于左侧，视线向右。他俩之间的轴线是这样的，摄影机在这一侧。Kate 跟 Burnett 对话 ，Burnett 视线向左 ，Kate 视线向右。Kate 跟 Jennings 对话 ，Jennings 视线向右 ，Kate 视线向左。他们之间的轴线是这样的和这样的，就是把每一个重要人物和主角的对话当成一个双人对话的一个正反打来拍。视线方向完全不会乱，非常规整。所以最后对比剧本和成片，我们可以总结出什么？第一，还是要懂戏，分析出这场戏的内核。这场戏内核就是 Kate 接受任务 ，Kate 与 Matt 初次交锋，所以 Kate 与 Matt 的位置决定了机位所在。第二，如何强调一个人物？这里的方法是藏住人物，正脸不要出现，声音可以出现。这个方法我们看过很多了，可以直接拿过来用的。第三，在多人对话戏中如何简化拍摄，理清楚空间位置，理清楚哪句台词是重要的，这样在哪里放机位就有了依据。重要人物与主角人物的对话按照双人对话正反打来拍，理清每条临时的轴线，适当插入全景镜头，保证人物所处空间位置清晰，而且还能调节视觉节奏。第四，虽然这是两个会议室的戏，但是导演非常清楚地去划分了这两个空间，并且让这两个空间在第一个镜头就已经连接起来。设想一下，我们看到多少电影在处理这样的戏份的时候，第一个镜头就是这个镜头，到这个房间就是这个镜头作为第一个镜头。我们看到太多了，不管是 Kate 还是 Phil 在两个办公室之间走动的过程都没有画面展示。我们看到太多的电影是用一个斯坦尼康镜头从一个空间跟着到另外一个空间，不管是面跟还是背跟，它就是一个交代行动的一个作用，没有必要，这是属于浪费资源的拍摄。第一次 Phil 进入这个空间，用 Kate 往远处看的镜头略过了 Phil 起身走过这一段的行程，用了这个镜头就是为了让你看不到后面的会议室。那此时 Phil 肯定已经起身了，下一个镜头能看到后面会议室了，但是 Phil 已经不在那间会议室了。Kate 从一个房间到另外一个房间，从这个镜头给 Reggie 表情留下2秒，此时 Kate 已经穿过走廊了。下个镜头就是直接在这间会议室拍他进门的过程。Kate 进门的主观视角镜头是这场戏中唯一一个运动镜头，导演在强调 Kate 走进一个未知，对他来说也是走进一种痛苦。大致列了一下，整段一共47个镜头，大致的摄影机位置变换了18次，当然这里面可能有位置稍微挪动一下或者转个角度也算一次。其实这是非常繁杂的一场戏，但是当我们梳理之后，其实也并没有高深的东西或者故作高深的东西。这就是当代顶级导演维伦纽瓦的分镜，没有任何花哨的运镜，没有不合时宜的表演，全是基本功。那么你学会了吗？